而且可是至于说你交集是一回事哈，我觉得每个人都交集了，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问题是你如何安顿你的交集啊，你的反应怎么样？比方说香港人有一个习性哈，我们在香港要来当做笑话了。再说你排队不是过关吗？自动过关啊，对不对？只要你前面的人打手指纹打得比较慢，卡住没有过，后面排队的人呢就会给你听一个声音，你注意一下。这样很不耐烦的，真的。那可是你在美国、在日本，我告诉你，他们不交集吗？我不相信一定交集的。可是呢，你要保持人跟人的基本的尊重、跟礼貌、跟距离。他交集，他不会说在背后这样子，甚至我碰过还骂的了，开口了，骂脏话，怎么搞了？怎么回事啊？这样，大家交集，可是怎么样把你的交集的情绪表达出来，那才是文明的差别。对，但是这香港人大部分都很文明啊，但是我有时候也感觉到有少数吧，香港人吧，有点得理不饶人，而且就说这个着急。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你稍微红灯，你停的时间变绿灯了，你慢一点，我觉得他怎么那么着急啊？滴就开始，而且呢，就是对你稍稍的这个往左拐往右拐犹豫，稍稍发生犹豫，你就觉得他完全不能忍受。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资源有限，所以大家都是那种竞争的关系，然后所以就会变得比较焦虑，就是比较着急，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是有限的，车道是有限的，然后这个挣钱的机会是有限的，工作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会变得比较着急。因为我就觉得这种着急，我现在身边人特别多，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做这种文化内容创业什么，大家都非常着急，写剧本的非常着急啊，做知识付费非常着急，是因为韭菜就那么多，你知道？为什么要着急呢？肯定都会失败的，为什么要着急？先割一茬是一茬，大家就是觉得资源有限，然后所以我们都要去，虽然都会失败的吧，但能搂着多少是多少，就是这样的心态。我觉得香港人就一直没脱贫过，从居住面积的角度，香港人某种程度上个个都是千万富翁，但是呢，你的那个房子啊，就透着一股穷酸气。为什么呢？我去香港看过他那个豪宅，什么顶级豪宅，几千尺的豪宅，你一看吧，他也是给穷人住的呀。这个几千尺、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恨不能分20个房子，就像你说的，每个房子都有个洗手间，恨不能10几个洗手间，他就是为了这家人呐，一人住这么一点点。他洗手间多，就是为了人可以多住在一起。我都比较过，你在伦敦就是最近烧大火那个切尔西那个区，香港这边一套房子很贵的，对啊，但是在那边一样能够买到比香港大得多的房子。可是我想说，伦敦这个大火事件，恰好就看到。就全世界这种房价高的城市的悲哀，你比如说伦敦大火，这个楼里面，这是一个廉租房，里面全是租客，而那是一个伦敦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对不对 ？Chelsea，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好房子，然后你就只有这么一座楼是一个廉租房，然后那就是一些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然后也还有一些包括叙利亚的难民才去住那。然后住在那儿呢，就好好维修也不好好给你维修，就给你省钱，就搞成这样。就我觉得，所谓的租房的悲哀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就是当你这个城市你要靠房产变成一种投资项目的时候，像伦敦、香港、纽约这种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租房就会变得很悲哀。对呀，你现在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房价涨的这个情况啊。租金也在越来越贵啊，你也越来越租不起啊。那相比之下，在这个北上广，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套房子，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财富。现在甭聊什么该不该买房了，你知道，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你看，像你们说的，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是租房子的生活方式，包括咱们那个小松兄啊，高晓松，什么诗和远方是吧？别样的，高晓松一见我就是说，你活得这么苦，就是因为老要买那个大房子，买完了房子干嘛？什么诗和远方？可后来我琢磨，那也就是高晓松吧，就是说要换到我觉得我是特典型的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老梦想要拥有一套房子，为什么我有过多年租房的经验，
可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甭管我先有个房子，我再诗和远方吧。我的感觉是，我有了房子啊，也不耽误我的诗和远方。而我的诗和远方，它不是我365天的生活常态。你在外边晃完了，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种叶落归根呢？或者我这岁数不能跟叶落归，就是好像还是觉得有个安心。中国的那个房子的这个东西啊，很复杂。它一方面呢，就是完全引进了香港这种卖地皮、抬高房价、发展商，都是香港那些发展商那套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中国大城市里边拥有房子的比例远高于香港，可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高的。只要你是原来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我到西安去问过，我到上海去问过，原来这个城市户口的人80%、90%都有，好坏坏都有这个房子。因为他们最差的房子，比方我们大学里那些助教，当初那分了很小的一套房子，他们现在跑来跟我说，哎，我这个房子5万1平方了，就是说虽然其实也很小，但是他心理上就觉得，哎，我好像也有现在几百万有产阶级了，是吧？但是问题是你再过20年，现在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就是你们那些叫做早上岸的，你就永远在岸上了；这些还没上车的这些年轻人呢，他就永远在赶这个末班车，怕赶不上。可是呢，回过头来再想，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放开一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香港的朋友，他买了一套房，他就说，他原来也跟我一样，是觉得不该买房的，他觉得他也是游遍世界，诗和远方。这个，他是想的梦想有天他迟早要去游览世界，如何。但后来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活，存了一笔钱，然后买了房子，还不错，1000多平方。1000多尺，在香港那就是豪宅面积，100平方了，对，100平方了嘛。然后我问他你这房子多少钱，然后他给我个数字，我帮他就算了一下，哟，你这笔钱，你现在是预备赶说要老了，哎，还是得有个地方，我就帮他算了一下，就一直可以住下去。不是，他可以他不是要游览世界吗？有这么一种游轮，那种游轮比较豪华，比较游轮，整艘船不超过500人住，都是一些退休老人、富太太什么。你现在就给他这笔钱，他现在这个房子，如果把这个房子卖了，给这个邮轮公司，现在就付出以后你住40年，在这个邮轮上面，坐船上，然后你就游览世界，你可以住40年，然后上面医疗什么全都包的，然后我跟他说，这个研究历史，我得出这个结论，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人类当然个别的还有啊，但是人类的游牧为什么？你们想过吗？为什么要是游牧好使，现在怎么都不游牧了呢？为什么整个的大趋势是偏向于定居了呢？放心，这个人类的定居，从住一个房子到全世界住旅馆，本身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对，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在翻倍，那这个时候你过了10年了，你旅行到一半。他500万的房子变成1000万了，那么这个旅行的人有本来的钱就减了一半了，所以这个增值是一个大问题。咱们那个吴晓波老师，这是财经专家，我那天看他一个演讲，他这现在演讲都气势汹汹的哈，就是说出一些金句来，就是说他说你为什么努力奋斗还是一无所获，就是因为你老是不肯借钱买房。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早就应该借钱买房，然后就说，他说我认为，你负债率，中国人不爱欠债，你看美国人就花未来钱，中国人不爱借钱。他说，但是银行应该有新的理财观念。我认为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有50%到70%的负债率，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向银行借钱，然后呢买房子，然后买了房子呢，假如你付完全款以后。你再用这个房子做抵押，然后再去，向银行贷款，再去投资。我听这个感觉很有意思啊。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就我朋友当中啊，什么这个诗和远方，都那些在写诗的人，在做文化的人，是有了一套房子，他们才真正自由了。可能一般不止一套房子。我问的有的就在北京的哈，就问他们也是做新闻呐，或者是就写文章那些人，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不是有一个35岁现象嘛？都是做不下去了，然后呢，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工作。我说那你靠什么活呀？平常，北京有套房。我说北京有套房呢，我就不用租房，不用交房租。他说其他的生活费其实都没那么贵，我怎么着都能活下去了。现在其实是你有套房才可以。
所以诗和远方。咱们知道，咱们都认识一个这个作家，香港的作家朋友陈冠中，是吧？这个陈冠中上次来做咱们节目给我说啊，他现在在北京常住写小说，对。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到今天，他在北京花的钱是什么钱？房子。他当年呢，为了跟女朋友结婚，在香港好像太古广场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太古城吧，太古广场可是厉害了。太古城是香港的中产阶级金钟啊，太古城买了一套房子，结果买了这个房子呢，女朋友又放他鸽子了，所以觉得本来挺倒霉的。可是他后来他说，我就是靠卖了这套房子，一直我在北京不用干别的，就是靠这套房子一直在北京维持我的生活，才有诗和小说啊，一直在创作呀。你这样再说下去，那租房的人不是更郁闷了吗？我一点都不觉得郁闷，我觉得恰恰是你们都还不够远方。就你，如果你是想着留在北京，觉得我有套房子，于是我生活很自由，我生活很低，你不一定要住在北京啊。我是随时预备可以去里斯本、里约热内卢。你怎么不是什么通州啊？也可以啊，那对我而言，整个世界都是我能够去的地方。我也想去，就干嘛大家视野那么狭窄？上海那个时候有试过，说是在郊区点的地方呢，用一些什么商住房什么，让外地人可以在那里买可以住，想分解一下这个就是市中心的这种很拥挤的程度。盖完以后就发现，你看它这个交通的规律就不行，它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叫潮汐房，就是说像潮汐一样，这个人在白天就出去，晚上才回去，都是在睡觉的，还是在市中心。对，你没办法。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在香港，大部分人哈，他是如果买得起房，他就买房。暂时买不起，梁文道这样的例外了哈。他暂时买不起的时候，他租房。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我们撇开经济原因不讲，我有钱，但是你选择买房还是选择租房？你明白吧？我租房我还可以换，买房就是结婚呢，租房就是交朋友哎，买房还可以租出去啊。那你老换着租房，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呢？那没有，每次都很认真。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挺自由的，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香港，你有，就说你们签合约相对来说对租客还是有保护的。在国外很多人他可以不断租房，也是他的那个政策对租客的保护特别的高。是啊，他不会随便就赶你走。这边呢，他有个不安全感。有时候就说美国是租客厉害，租客不走，业主没办法。对的。我那次跟那几个朋友聊的时候，就是说到他们在北京有套房那些文人啊，我们那时候正好在那个澳门就参观，你知道有个叫郑家大屋，郑观应嘛，有一个郑观应写那个盛世威严，对，他就是那个时候呢，他是在上海一开始做买办啊，学英文啊，这样那样，最后也是弄得就一无所有了，回到老宅有套房子，写出了这个皇上都要批的。这个经世醒言，他当时就是说，看他对中国看国外最先进的这个思想啊、制度等等，他写了一套书，所以我们看了，大家都说最关键文人呢还是得有套房。真的，那你房子在哪嘛？你比如说我去意大利去 Siena， 我算一下，我住在以前但丁他们家旁边，你的刘嘉玲怎么样？比这你香港一套300-400尺的房子，在那我买一个小庄园。我为什么不去那住？去欧洲看地产啊，真是其实。我就价钱一算，我就常常因为这个理由，我觉得我干嘛在香港买房？我是一个随时我东西一搬，我去哪都可以。你没有下定决心走呢？我随时可以走，我不是下定决心不走。我觉得当然下得了。我如果说明天，哎呀，有人跟我说，哎呀，那你以后节目也别做了，那我就收拾包袱，我就去了。所以对我来讲完全不是问题。我刚到香港来之前，因为我在广州7年。所以呢，你也会说白话的呀。识听唔识講，就是，但是你会听啊，你就认为你会讲。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所以呢，我就到了香港。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啊，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最后这教你说，哇，窦先生，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移居也好，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脱离自己的舒适带。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个尊严吧，要去学当地的语言。我当年学
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啊，连女孩都欺负我。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他们就你点吧，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他说点，跟他讲说我要除心。哦，除衫，菜心叫除衫，除衫，我要脱衣。但是除衫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就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很好奇那个要家辉学这个话，就成性骚扰了。不是那个，我很好奇的服务员怎么反应啊？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马上把电话号码。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她们就这么整我。那时候很受伤害啊！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你不可能学语言。他说这个是，我问你们2位啊，在美国这个生活，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这个最受伤的事儿，你记得吗？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讲几句，讲几个创伤，因为我创伤太多了。讲一个还是讲2个还是讲3个？定春秋，要不就是春秋吗？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就在匹兹堡大学上课，上那个基础课，就是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我们班上大概有30来个学生，外国学生嘛，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我大概是在班上是3个亚洲人之一，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校长的奖学金，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一个问题不敢提，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2个星期下来，班上2个白人同学，男的，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他们自己在付学费的。那个眼神呢，虽然我不懂英文，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2个的眼神。那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他直接讲 ，no， 我就要读懂他的眼神。你觉得他心里丁老师翻译出来的？你想多了吧？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眼神是有语言的。你没办法证明啊？那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这是第一个受迫害。你要问我多得很呢。家辉来一个。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这绝是啊，我拿的是人家的钱呐。就是好像最近表情包嘛，蛮有趣的。我那个脸皮比较厚，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我不会这样想嘛。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哈，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然后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呀？那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一起读博士班的啊，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你看李家辉整天对着我们香港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我说有吗？他说是啊，你看着洋人就笑口眯眯啊，就是我崇洋媚外，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受伤害了。为什么呢？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为什么？广东话说以笑遮丑啊，以笑遮丑。英语不好嘛，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我就只好笑了，特别的友善，特别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根本不懂他讲话。那别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你对洋人崇洋媚外，对于我们自己人呢，黑口黑脸。我觉得我蛮伤害的。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把你讲那个情况，我们倒遇到一个。住在一个楼上，我们那个3层楼，那个第2层楼一个老王，我不好讲名字我记得，他是东北来的，他是学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哎呀，这哥们喊，这哥们比我们当时还大个10来岁，他已经是中年人了啊，我们那时候还小青年。他跑到美国去以后，他英文比我们还差，但是他胆特大，每个周末都请我同事来吃饭，跟你一样。他后来临走的时候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这在匹兹堡人人皆知，就是华人呐，人人皆这个。他出去的时候，他已经立定为回来以后要当院长。他走的时候，大概是个系里的副主任，所以呢，干部说你到美国去，美国很腐败，要注意不要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辐射，回来以后就麻烦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卫生所啊要了一大堆的那个避孕套、卫生套，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以后，好像没什么机会用，至少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他是访问学者，就是10个月就要回去了。不，我们是读学位嘛。临走的时候呢，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就是叫 yard sale， 就临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嘛，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哦。他把所有能够东西拿着都卖，其中呢就包括来带上一大包的避孕套啊，放过期了吧？我们一看以后就傻眼，说老王啊，这个东西不能卖，因为这个传染病呢。他说我这也没用过。我们讲人家也不知道呀，美国人不知道啊，你这个在美国卖了，也不在中国卖。哦，我想起来了。他马上回去以后就拿一个大白纸牌，然后就用大那个粗的那个笔就写个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没用过，那才精彩了。这就有像有些观众这个黑我说我的大脑最值钱，因为是新的，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我现在插一个题外话。这句话没用过，可以很幽默哈，黑你可以很哀伤的。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从来没用过。对，没错，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据说是他写的。那么就是说那个2句话，就是那个一双婴儿鞋子啊，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从来没用过。哇，就很多故事啊，很多想象，对不对？那当然，对，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是买了浪费吗？还是那个婴儿很不幸去世？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脑海的小说就出来，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你的大脑 never used。我们就想，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不去？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呢。你到了那儿，就是你看我在香港，对吧？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还能通行江湖，能应付一下。我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啊，你真到了美国，就是英语不行啊，什么叫寸步难行？我约略能够想象，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啊，我们一起出公差。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我当时就发现，如果我要去了，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一直到即便到你回房间里，就是到最后是半夜，鲁豫在我面前说。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光美，你讲，真的不一样。没有，我只是要讲，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呢，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就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很，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啊，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就我们看电影，离开你的车子，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对。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我是有执照的，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你一伸手完蛋，噼里啪啦，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把你痛打一顿，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是。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我不用试着办。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就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我就跟家辉说对老外对笑脸相迎啊，我们派我去公司，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你知道吗？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早上6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嘛。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就是像你说的，人家说啊，这个外国人呢，你见到他要笑，对吧？叫笑。
然后呢，黑口黑脸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长得还挺漂亮，我怀孕的啊。那个女的见到我，她一点也不笑啊，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然后她就问我一些我也听得半懂不懂，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我说是 salary，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呀，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呀？什么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呢，最后就会说急了，就是说那这个什么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跟我说半天这个事儿，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什么的，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我最后急了，我就跟人说：“嗨，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他爱给多少给多少，不能的，违法。”走了。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出公差给拒签了。后来他就说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香港美国领事，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说这个女的啊。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然后呢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他呲咪笑，因为谄媚，他是觉得心里有鬼。那我跟你讲，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这种误会啊可大可小嘛。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夏威夷，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表情的误会，还有行为的误会。干嘛呢？我下飞机，你要检查行李，入境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哈，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然后瞄我几眼，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哈，哎，那这样扎个挤眉弄眼的这样笑哈。然后呢，他突然本来对我笑，突然不笑，凶起来，脸臭起来。干嘛呢？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把我抓进房间，搜身，全身搜，身体所有的部分你能想象的他都搜了。那我无所谓嘛，我清白嘛，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大家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没关系，因为我心里想，好啊 ，you ask for 的，你要求的，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你要看就看嘛，这样。然后呢，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清白，他出去，那老外也很好。那给我道歉说抱歉哈，给你带来麻烦。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原来他指一下，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发现有避孕套。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吗？没用过，没用过的 never use。但是你带的可能你带的是用过的。里面原来过程里面啊，我记得他检查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不是，第一个我很年轻，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你有女朋友吗？在美国有 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然后呢，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藏在身体什么地方？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要带着安全套呢？ 100多个，那他不了解家辉的过。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啊。所以你看，听移民呢，你看我看这个字，这个侨外移民，其实中国人这个侨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最早的是一个人，这个地方是那个侨，那个乔装打扮的乔，晓得吧？对。所以你要移民的话，可能就是跑人家国家去乔装打扮，又伪装出来，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你知道吗？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我刚想起来，丁老师今天能发财，我帮你要。但是你讲，对不起，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法律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他出门是10几个。我就是鲁豫的随从啊。不是，你如果真的有随从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你最好问清楚，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按照美国本地那一个州，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按周薪付给他，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或者是有人检举你，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吃大官司，不是小官司，大官司，虐待劳工。所以有一年我因为
sorry，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那个时候好像是1个小时是8点多美金。我就按周薪给他，他一直跟我说不用。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他一直说不用。我说用。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坐牢了。他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了。哎，你们说今天中国这经济啊也好起来，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儿？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在纽约，那不是我们后了，比我们后。那个作者姓曹的，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年过70了，回来了，回来在北京。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纽约人在北京。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他就说啊，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叫做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牧场，就坟场，老年人的坟场。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这好。他说你，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儿，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都是负债的。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是个人。你要一没这个工作，你立马成孙子，就是因为你房贷、车贷、学贷，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你就丁老师，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当然，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老华侨们，我看了老华侨们就看出来，当然了，这个老华侨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劳工阶级，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那些老华侨，你发现很多的老华侨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都想回到故土。他说回到故土，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遛遛狗，走走路，是吧？在美国就很惨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今天中国富起来了，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通讯啊都很发达了，很简单了，是吧？还应该不应该移民？需要不需要移民？移民对不对？好不好？我一直坚持这一点。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试成功了，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机。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啊，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交学费嘛。我觉得先移居吧，先移居，再考虑移民，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世界那么大，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我强烈建议，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听我们讲，哎呀，我明年移民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算什么玩意？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本事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当酋长，那才是大牛。是吗？那现在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嘛，我们那个年代讲的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我就不回家，衣锦还乡讲。现在不是嘛，我可能去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或者说拿了护照飞来飞去。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所以刚说，其实移民，假如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非常美好。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哈，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这个中国人呢，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必然是这样。就是说啊，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这其实从历史上看，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就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是一个误读。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比如说丝绸之路，或者说是这个海外，比如说宋朝、南宋，这个中国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
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他们也往海外跑，对吧？这个南洋华人，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他一样都往海外跑。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是不成问题的事实。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已经遍布全球了。刚才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移民，现在没有太阳的地方也有华人移民，就是北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南极，我的普通话不没太阳吗？那个地方一年大概8个月没极夜的时候。对。你像那个，实际上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刻：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比如说，研究生学历的，去卖网红鸡爪，这大家都看过吗？太正常了。香港的很多这个写专栏的这个文人，我认识好几个家里开牛肉店、牛肉面的，他们就讲香港，要不说最近这个疫情啊，影响好多演员啊，也都失业了。那有的演员就去送外卖了，有的演员就去扛大包了。就是按说也谁就做保安了，对，港姐的第几名的一个就去做保安了，就被人拍了，变成新闻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在香港市民当中好像接受起来就觉得挺自然，就好像他之所以成为新闻，也是因为他突破了他对应的事，有点不自然。但是你前面讲的对，就香港一般的文化人没有那么传统中国这个文人的那种优越感，因为它是一个码头嘛，各方面来的人，你原来地方地位很高，跑到这里你要谋生，你还是要开烧腊店，对不对？所以一般文化人在香港，我们以前都说过，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就是他会讲的比较俗；内地的文化人是半雅。比方说，你同样一记者采访，你请内地的一个作家来说，你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他通常就会。这个阿富汗最近的局势啊，或者是中国的现在这个什么明星的什么走向啊，皱起眉头，人文精神啊，对不对？香港的作家，你要是来采访他，顶洋文情啊，对不对？或在哪里，他要显得比较熟，对不对？显得你周星驰，你去问他采访，他才不会跟你讲我艺术长久啊，将来什么生命，他不会这个。那这是一个分别。但即便是这样。现在你一个选美小姐出来以后去做保安，还是被人家报道，就是打破了社会结构的冲击太大。那马爷，你觉得这叫不叫不体面？那对于他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肯定是要突破传统体面这个观念的。但是我觉得从社会整体上讲，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叫适者生存。对，你所谓体面不体面哈，其实。我们今天社会是因为相对比较稳定，你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啊，明清之间啊，清朝到民国之间，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之间，这时候有很多人他社会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要重新去谋生的时候，这个事儿都放下了。你不放下不行的，社会不给你其他机会，那你的体面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因为我认为体面在生存面前。没那么重要，就是你为了活下去，你可能什么事儿都要去做，只要你不违法啊。我们前提说不违法，不杀人越货。但是，对于一个平稳的社会，我们社会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动荡。那你改变你自己的就是过去固有的这种形象，尤其是文人形象，或者是被文人塑造出来的形象，比如什么小姐啊，这什么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就叫文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象，叫选美小姐，是吧？你让她去做佳丽啊，什么佳丽当保安了是吧？对，当保安了，佳丽当保安了，当保安。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也许这个佳丽当保安是人家饭店的一个噱头，人拿它做广告，你都不知道啊。那叫饭店的体面。对，饭店就体面了吗？他体面了吗？小姐也获得了高收入，就是他为什么去？他一定是收入比常人高的，这个可以判断。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体面不体面这事儿，说到最后是个
个社会共识，我们社会怎么认为这它是不是体面？我们现在就是前所未有的说到那么多不同观念、不同潮流在冲击。你比如说那个安迪沃霍，为什么那可口可乐画那么多就是作品呢？他就是说，你不管是很有钱的人还是最没钱的人，你们喝到的可口可乐是一样的，你不可能买到一个更贵的可乐或更便宜的可乐，它就是一样，颠覆文化秩序，它颠覆这些东西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说你一个什么，你文化符号、社会形象啊什么的这些，遭到了颠覆，就说那你最后的你的生存能力是怎么样子？而且刚才我说，就是我们成为流芳百世的几率是不是越来越小了？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个潮流时代不停的洗刷。那我们能成为什么经典？这概率越来越小，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在这一世接受很多不同的有个经典兑现？比如说啊，研究生去卖鸡爪，咱也听说什么原来甚至大学教授可以去卖茶叶蛋。他要卖成了，大家又觉得哎，企业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火了，他变成了一个鸡爪大王，他变成了一个鸡爪托勒斯的一个总经理，他变成了首富，有啊，那大家体面了吗？谈这个教授体面了吗？体面了。这个教授体面了吗？转型体面了，或者就是说获得了新的尊重。我们现在这个认为，只要你成功了，就所谓你有钱了，那就是体面了。你比如那北大的毕业生卖猪肉那个事儿，闹的就前些年闹得多热闹，那叫陆步轩吧，叫什么？我记得名字。是吧？后来我看过他一段采访，就是有人说他赚了多少个亿，他就说猪肉有那么暴利吗？猪肉没那么暴利啊，猪肉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利润是很低的。他是通过他的，其实高等教育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他思维方法跟人不一样。同样一个猪，就咱俩一人拿半片，我卖的就比你多，因为我知道从计算上怎么能把它计算得更为合理。其实就多了那一点儿，导致他就比别人就发了财嘛。那社会又重新对他有认知嘛。一开始对他认知非常负面，当他成功以后，对他的这个认知就正面了吗？你像那个罗永浩嘛，最典型的这个例子，因为他开始做手机嘛，就这个最初也是就是知识分子嘛，然后做手机，他欠了债以后，不是就去那个直播带货。刚开始做第一场的时候，大家大量人去看是一种人设，觉得有点同情他，觉得哎呦你怎么也去直播带货了？结果人家做的特别好，那又有了一个新的形象，大家觉得哎呀。做得好啊，非常成功啊，没什么丢人呢。但是我看至少罗永浩人家对外说的也算是悔也不改其志啊。人家说的是我这是为了还债。对啊，我还完了债，我还是要搞我原来的。他不知道喜欢弄电子产品还是弄手机，我不知道啊。那意思就是说，我这是还债，我不得不如此。但是我还完了债，我原来的志向该干什么？我还回到我原来的。我本来是个山上道士，武功绝强。现在我欠了债，我在这撂地摊耍个把式，赚你们点钱，然后我还完账以后，我还回山上去，是这意思。看看底线最不体面的是，妈妈生病了没钱治，这是最不体面了。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对不对？这个有些就是不同层的人呐，你能看出标准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不是还有一个讲古诗词的教授吗？其实就是在网上讲的多了，你看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在某些圈子里，这个标准可以严格到，你出现太多了，你曝光太多了，你在网上到处去讲，你这个都有点 low， 就被认为是吧？它不体面。但是这个教授最后我发现一番表白也是实情，我觉得为他挽回了一个体面。他说我的太太身患绝症，那个药啊贵的呀，可能这个。一粒可能得1700块钱，一个月吃多少？知道你说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得挣钱呐，我得挣钱给我太太买这么贵的药。你看，哎，这马爷刚才分析了，这种道歉其实还是在还这个做生意的原罪，就是任何人你赚了钱，就好像是欠了债一样。对，我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值得讨论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就是传统文化中跟当今商业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碰撞。对，因为大家认为你是一个讲唐诗的教授，然后你利用讲唐诗火了以后，然后你把它变现，大家不太接受这事儿。那么他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挽回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被迫把我心里的话跟你说。来告诉你我的为什么要赚这个钱，
那我如果说我有一个极好的收入，他得了癌症，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钱，那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呀。你看这篇文章，他讲我这逻辑不就是吗？不就感觉非得是我母亲有了病，我的这个什么广告都接，虽然没有啊。都变得似乎是他替你可以理解，他不是他替我赢得了体面。对，他说他为什么接了广告呢？原来不想接的呢，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对，广告是趋利，后面这个家庭这个需要是避害，就得这样来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其实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讲，作为一个大学的这个文学教授，你去什么带货卖点钱，作为一个这个生意失败的人去卖货卖点钱，这些都不必再把背后的这件事儿跟你讲。可是现在当你成为公众的这个人物的时候，由于你又利用了公众对你信任的这个东西获得红利的时候，那你被迫要把背后的事情讲出来。你要不讲出来，别人受不了啊。就是说体面，但是呢，当我们表明困境，我的困境的时候，就可以解释了这个不体面。它就变成了，也就是个解释。我同意你这个话，是个解释。那你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中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教授，有多少人上去带货去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教授他拉不下这个脸，他即便能带，他拉下来他也带不了货。现在不要说这个，有流量的明星有很多上去也不带货，有的人是有流量，看的人很多都是看热闹的，因为你生性不是干这个的。你看人干得好的人，那人家本来就是卖货的。一个人一行吆喝一行，因为这个今天是我觉得像这种直播带货，这个是把很多商业直接推到前台了。过去你是看不见的，过去卖东西的不都是售货员吗？对不对？不，就是我也趋利避害啊。我对这个带货没有什么偏见，我主要是觉得责任负不起啊。你带你怎么能保证全是就是他哪怕都有合法的证明。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赔得起吗？或者说你负不了这个责呀？我不是说怕丢人呐，我是说我要带货，那得一个专业队伍。人家有团队的嘛，就会开箱啊。对，那你得有这个机制啊。真的操作过程当中，不只是一个脸面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损害人设的问题。它也是个专业。我参加过门户网站，不是带货，门户网站的这一类的这个活动。他们就讲，就是很多人叫垂直嘛，就是微信公众号嘛，就是你怎么来写你的微信公众号，广告就会投到你这里，使得你的每篇文章可以值几万甚至十几万，什么就很多。讲了一套道理，比方这个道理我都明白，比方说你的话题要专注，要专门，你要有专业性，你要讲到专业性。但你又要考虑性的品牌的操作，又要听他们暗中的这个引导，使得人家就买这个牌子的书包。但是所有的这些操作，我上去发言的时候，我说真可惜啊，跟我从小受到的关于写作的训练完全不同。因为我所受到的写作的训练，我要写文章的是要没有功利，要不要为特定的对象服务。要讲自己的真心话，你看，全都不是的。所以我假如说也要写这样的公众号了，我当着他们的老板就这样说，我假如也要这样写的话，对我来说就困难重重了。那对于旁边那些新的写手，他没有这个困难，因为他没有以前的这套训练，他也没有别的文章，是不是？所以这个中间的冲突，除了我们刚才讲一个面子上，这个要专。你的本身的讲，说难听一点，你的研究、你的学问做得越投入，你要转型就越困难。不，这个里边啊，其实也有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利害，以及你要挣长久的钱，还是要挣一时的钱的这个考虑。每个人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你比如说，我说，我可以接受，也愿意拥抱这个商业，拥抱这个但是呢，你是主持人呐。我现在这个界，我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我可以推到哪里啊？就是我可以做广告，但是广告就是广告，对吧？我要告诉你，因为我不能欺骗观众，我不能把广告的话当成我自己的话，让观众以为，对吧？因为这个倒不是说我多高洁呀，而是说人家凭什么看你的节目啊？
就是因为你说的，我也不敢有信心，谁知道？这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失去那个基本的一个，我觉得是行业基本的。伤害到你的本业。我说这个，我发现有点心里没底气。因为你是一个文化人，你不是演员。演员你听我说，演员演广告怎么演都没事，因为我是演员。对。但我们这样的身份是特别不适合弄这个事儿。对着你要融进去说的时候呢，它是带了你的身份的真诚。你身份要融进商品的时候，就风险增大。如果你的身份融不进商品，你比如我问你，你为一个妇女的用品做广告，就你没使过这东西，违法呀！你现在。这广告法，你如果明星代言广告啊，你自己你得有责任的，你对他的，你说我代言妇女用品，我没用过，现在好多不是男明星做女性化妆品，那他们是用过的，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是应该，你就现在的法律规定，你代言的人是要对广告的正确性负有一份责任的，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光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看连小人也有所为有所不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什么都肯干的，对吗？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线。那其实我现在觉得呢，有的人的线啊画的呢，他不肯为这个事儿动脑子了。有些原则黑白分明。你比如说，我们也知道有的那个老戏骨啊，好像说王志文就是吧，他就完全不拍广告了。那就是不动这脑子了，对吧？但是你像我们呢，你动了很多脑子，你得斟酌，他这个靠谱不靠谱，这个接受不接受。当然，动脑子有动脑子的利益，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很可靠，对吧？我呢形象跟他呢也很搭，就是实际上跟商业之间是存在双赢的可能的。但是呢，你看那有的人呢，就我这一条线，我根本不在河边走。但是呢，有的人把线画得更近一些，那实际上呢，你费的这个脑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花了很多精神考虑规则做不做损害什么，人家一点都没考虑过你。我记得好多年前咱们的一个嘉宾在这瞎开玩笑说 I have a dream， 就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因其本职工作和他本人的这个特长得到他最大的收入。经常是你做你的这个本业呀，这个是一个可限定的一个收入，但是呢，它有一个边界溢出的现象。对，你做点别的，甚至不用你这个本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确实收获的这个价格就更高。甚至有些人说这个以低外养低内，低内损失低外补，在外边挣的钱，他帮补一下我专业上面我这个经济所得的不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也很悲哀。就我们的硬通货是什么呢？硬通货是流量。就你到最后，不论你干哪一行，可能你的衡量你价值的标准是流量，那就很惨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价值的标准的一种单一化。如果我们就你说的，你可以以你所从事的事业行业，你的专业去获得，那么就等于说它这个标准是多元化的。就像我刚才我在想，我们有讲电视剧，有讲演戏剧的哈。那你演戏剧的可以拿戏剧的奖，演电视剧的有金鸡，也有这个艾美奖等等。你在每一个领域，其实你都可以做到你最高的那个认可。但是当你如果面对市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转换都是流量，那就是太单一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是必定存在的。也不用为了这个去要公平，你永远也做不到。你说这个，比如说他搞证券、搞投资的，搞这些的金融的，他和一个做科研的，你说咱们付出了同样多，同样的付出，你得承认不同的行业，哪怕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所得的个人收入，必定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你得承认这个。有些人就是人做的选择不单纯是为了钱去的。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英国，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觉得教授们我特别尊重啊，那特别精彩。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人来给我补习那个写作什么的，就是熟了啊，他偷偷他就说，你没发现吗？
这些学校里的人都是什么人？社会上的 loser， 就说社会上的失败者，社会上不能混的人才在大学。我说，哎，这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很可爱，因为他自己也是这当中一个哈。就是其实我觉得表达了一个什么？就我们社会上需要有这样的 loser， 就需要。那大家都去挣钱了，大家都不做学术了，那易军，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当中，他们对职业有没有体面这个概念？我觉得有，就说哪个更好的吧，就有会觉得做哪些工作是体面。我觉得特别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喜欢去大厂嘛，就是大的牌子的，就是大的企业、大的平台嘛。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年轻人说，我说我现在你要跟我说这些就是名头特别大的企业、特别大的平台，我说我真不会想去，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会觉得，那你耗在那儿更多的精力是周围的人啊。不是你的才华，而是你跟周围的这个人事关系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我个人体啊。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还是很羡慕那些东西的，就是我能跟这个牌子结合在一起，一说我是某某企业，一说我是某某，他还是有一种荣誉感，或者有保障，有安全，也有2个建议呢，我是很痛苦的给学生们的。就是有2个建议，就是我实际心里是不认同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好，我只能劝他们。为什么呢？学生第一个会问题，如果他选大学，他中学成绩很好，他选大学，他是选专业好的呢，还是选这个大学的名气大的？就是这个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就要讨论嘛。那比方说他查得出来，比方说某一个专业我要读农学院，对吧？可这个农学院 Cornell 最好，好，那我要考 Cornell， 但是他这个成绩呢，他也可以进 Harvard。那从专业职业的这个责任来说，我应该建议他选专业。这个你一辈子的事业，你的 Cornell 的农业是最好的，但是从现实的因素来讲，选有名的大学，因为出来第一份公司里面，他不大看你读的到底是哪一个学院、哪一个系好不好，除非你读研究生、读博士，否则的他就看你这个学校、这个大学的名气。那这一条是我明知不对，我还和他们讲。第2条就更悲惨了，我一直跟学生讲，你要做好自己的专业，你做好自己的专业，成功了，赚多了钱了，出名了，这是最光荣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而且社会都是这样，是最理想的社会。跟他讲了，但是我也得给他说明，我们这一代辛辛苦苦做几10年，赚的钱不如买个房子增值的钱。你可别说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啊，你知道全世界有些地方的石头是不能拿回来的，对，是不能拿走的。我啊，当然咱不是说这个那都是迷信啊，但是呢，他有时候就会有这个巧合，真把我给吓着了。这里边有我很不幸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去夏威夷。夏威夷那个地方啊，尤其是黑沙滩，就它那个火山岩，夏威夷著名的黑沙滩嘛，那个海滩上是黑色的那个火山岩。然后呢，我觉得好玩啊，我带回一块来。我带回到香港的第2天，有一位跟我很有关系的我也很关心他的这么一个故人，猝逝啊。那本来我想不到这2件事之间有联系啊，是没有联系的。但是呢，有一个行为莫名其妙，以前也不知道这回事。然后呢，就在它发生那个时候，我就那天呢，在网上啪再下一点，啪出来一个，就是说，在网上有那个就是全世界10大旅游地点的石头不能往回带的第1名，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第1名就是夏威夷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石头，然后我一看，原来啊，这是个旅游界的常识，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几世纪我忘了，15世纪、16世纪，就是那个西方的殖民者呀，到这个夏威夷的时候，他那里当地有印第安王国嘛，原本是有土著的，是的。然后就说他最后一个王临死的时候发出了诅咒，就是说任何侵略者从这里拿走1草1木1沙1石，
我都恶毒的诅咒追随他一辈子，让他绝没有好下场。然后呢，你知道咱们不是有那个刘大师刘丹那个画家，他在夏威夷住了10几年。你知道我这位故人就过世之后，这还不是单一事件。其后那几天呢，倒了血没了，这是喝凉水都塞牙，死了几个。最后，我们就是说，当然我们还是什么人？因为他好像说连其后几天都不是，我们这还是就说这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科学为主导吧。但是毕竟呢，瘆得慌，就觉得特别腻啊，特别这个。就不顺，那怎么办呢？你安葬那颗石头，宁可信，那只能是我一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呢，我呀专门给那个酒店呢，因为是在那酒店的沙滩上写了一封信，还找人翻译成英文。就是 I'm sorry, I don't know， 什么？现在我们朋友圈已经有人死了。对 ，Black Stone，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石头啊，就拿走就不好。但是呢，确实是不好了。所以呢，我现在郑重的寄回给你们。我做了这个事儿，你可能觉得我很二、很荒唐。后来这刘丹他在夏威夷住了10几年，他说怎么说呢？夏威夷每年寄回去的石头都堆成了山，你到夏威夷看都有那个，甚至夏威夷有那个牌子，就是说不要拿走这里的那个石头，你知道吗？这是真事儿。你要赔钱给你死去的朋友们。对，但我知道有很多国家，有些地方还有那个西藏那个，比如说马尼堆的石头也不能拿。对，我拿过金字塔的石头，埃及的金字塔，拿了一块石头，然后路上太重了，结果就不知道怎么样就丢了。你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中国游客在石头上刻名字，徐子东到此一游，不是拿了块石头。不是他的这个身世表现在他在石头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呢，没把石头留在那儿，自己带回来了。我拿了一块石头，我当时真的是我爬到那个金字塔上拿了一块石头带，后来在尼罗河上的船上呢，怎么一折腾呢，结果就掉了，人家就安慰我说石头呢，你不要以为金字塔的石头有几千年的历史，你在上海家门口弄堂里捡一块石头，也有几千年的历史，几亿年的历史，对不对？你想哪一块石头不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我这么一想就是了。我那份名录里也有金字塔的石头，没说不让拿，但是金字塔那个地方有一种那个黑色的猫的那种雕像，据说那个东西啊有诅咒，说那个东西不能拿。但是我知道金字塔的表面的那些拿了那都算盗卖文物是吧？那个表面的那些花岗岩啊什么东西都被中东的人拆下来去盖13世纪12世纪的他们这个伊斯兰的庙，全部就就是他们等于把几千年的石头拿来重新建造。但其实很多国家有一些名胜的地方是规定石头不准拿，要不然就犯法，倒不是因为迷信。不是说你拿回去了会，它纯粹是保护文物。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有些沙滩、有些岛上面一些石头特别圆，像日本屋久岛附近有个小岛，那最近不是才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个地方上面就有一个神宫嘛，一个神社。那个岛呢，平常岛上的居民就有神社的神官跟那些神职人员。每年只开放给200个男性游客，女的不能上，而那男的要上的时候都得在海里面泡着脱光衣服这么上的。但因为他现在列入了联合国文化遗产之后，他就这200个以后都不许了，就没人能上了。那个地方的石头就是拿了要犯法，就严格检查。比如说你从那儿去了回来登岸的时候一定要检查的。我觉得世界上好多好的地方旅行呢，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你改变了人生了吗？当然。怎么改变？因为什么改变？就是我现在之所以像现在这样想，像这样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去了世界上的有些地方，看到了有些东西，改变了我的想法，整个人生。比如说我第一次到欧洲，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我真的就 exactly 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说，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就是你大片的绿地，偶然的村庄，一个教堂，然后你下去，我记得我的朋友从法兰克福开车半天到汉堡，差不多整个大半个德国，
一路，我当时说了一句很蠢的话，我怎么一路像花园呢？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是第一次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曾经法西斯，曾经战后恢复什么，但是你现在去看，你真的你很难想，你没到，你很难想象一个地方，你可以高速公路开5、6个小时，周围不是农田，都是草地，偶然有村庄。这当然改变人生啊！世界不一样。我最大的改变，这跟看书有啥区别？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第一次出门旅行嘛，1980，上飞机的时候，我是个男孩 ，boy。下飞机的时候，我是个男人啊，那去菲律宾啊，所以我的人生改变比你大，一趟啊我就没了。我以为我改变人生，他这个改变太厉害了，不是改变精神，我是改变了身体啊，改变性别了啊，不是，不是你，但是改变了这个，改变了身体，你改变了精神嘛，不一样啊。真的，就到菲律宾这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不短啊，7天，7天啊，哎，反正是生命一个意外哈，一个意外啊。我觉得我改变的是什么？比你们都悬。我改变的是时间，我也是最近慢慢有的一个体会啊，就是为什么啊，在自己平常生活居住地啊，时间过得特别快，哎，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去旅行的时候，时间变得特别慢。你比如说啊，我们规划去哪旅行，有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时间太短了，只有3天时间，或者只有1周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呢，真到了那儿，很奇怪的感觉。尤其是你一想，这3天啊，这1周啊，就跟一个人过了一生一样，就是因为你看你至少是过了1季，对，这样就是我觉得好慢呢，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后来我自己尝试解释啊，我觉得有点平行宇宙，就是你看啊，人的时间感呢是内容决定的。你比如说，你平常朝9晚5，每天上班做的是重复性的工作，这个1周啊，天天过6天跟过1天没什么两样，歘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你心理时间上就是一样的。对，你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看从一下机或者一下车啊，完全是新的，然后找地方住，适应环境，去吃，然后去哪玩，新的经历，说不定还有艳遇啊，整个最后白白告别，带着怀念回去。你看。整个我就内容多了，你知道吗？你一天去的好几个景点，内容新鲜的内容多了。你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其实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哎呀，怎么天快黑了？哎呦，博物馆还没来得及看什么什么。但是就像你说的，你一稍过几天的时候，你就会讲，我们来了多久了？对，好像很久了，好像一个夏天的内容都过了。对不对？对，就时间变慢了。所以呢，而且你脱离了原先的参考，所以呢，寿命变长了。对对，所以旅行把人的生命没错。我的结论就是旅行啊，实际延长我们的生命，扩展了。因为毕竟你的时间是你的主观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旅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态。你想想看，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抽离出来。我们很多人说旅行的时候去体会人家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体会人家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到底没有在当地找工作，你没有在当地交过租金、交过税，你是一个外地人，忽然坠入到那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你只是来消费，跟被消费。你就一个外地人来，跟这个本地生活没有关系，所以你当然体会不到人家生活。你说好听点，那就像是个人类学家来观察另一个社会。说难听点，就是个游客，是个局外人嘛。所以在那个情况下，谁对你都不会有要求，你没有上司要求，你没有工作要求，你别的人，你甚至生活上的很多这个社会要尽的各种义务都不要求你。就是游戏规则跟你熟悉的那个完全新的游戏规则了，对吧？所以这是让你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唯一一个比较扫兴的，现在就是有微信。现在就跑东跑西，你只要一上网一打开，你不打开又难过。一打开就回到了你原来的生活节奏，还真没有炫儿，可能你是这样。我在旅行地啊，我也会看哈，但是我真觉得距离超脱，不是距离感之远。我再看祖国发生的事儿啊，跟我身在祖国的时候感觉太不一样了。我觉得像是看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儿，就是太遥远了，好像非洲发生的事儿一样。那我感觉刚相反，反而在香港我看冷笑2声就算了，看香港新闻，因为到了外面看。有时候蛮温暖的因为有时候去了外面看新鲜的东西，体会新鲜的经验哈。
可是几天之后就真的有点想家了，没有那么温暖感。上网瞄一下那个香港的新闻，觉得那个认同感、那个紧张、在意的部分，有我在意的人、在意的事情，我跟你相反，所以我比较好。而且这种相反呢，我觉得还不单是个别的人，我觉得香港的人跟内地背景的人在这点上会有明显的差别。怎么说？因为香港的人从来就容易旅行啊，他们的证件、生活环境，去英国、去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香港人到海外哈，没有人说海外怎么好的。你看香港人写的小说，到了外面就做洋奸，就是好像很冤枉一样，跑到任何国家都说，哎呀，我没得饮茶了，看不到明州了，等等等等。台湾也好，内地也好，很多人离开，到了海外的时候，至少一段时间，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要知道，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仅仅在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父亲他们作为工程师就出差啊，出一次就上澳大利亚，出一次差，你能想象到吗？要提前半年培训的。我父亲他们这些要半年之后要出差，是要提前半年培训的，然后要学点英语啊，对，国外的礼仪啊，坐飞机的飞机都没坐过啊，就坐飞机的注意事项啊什么的，这要培训半年。反复审批可以换50美金。对，你只能带50美金出去。那是什么年代？80年代。 80年代头还是这样。我是1984年第一次回到内地，从香港，我在台湾读书嘛，然后暑假，然后就回香港参加学生团去内地，然后去北京。可是呢，不晓得怎么搞了，先去广州，然后那时候还坐了，反正过夜的火车啊，才到了北京，也是大开眼界嘛。其中一个我就记得睡觉。到站的时候，那是整个人在睡梦之中。对，大概是5点多到，5点多6点到。广播啊，把我们叫起来啊！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啊，同胞们，广州站啊，不，北京站到了，北京站到了，哇，把我们吓得整个人跳起来了，你知道吗？第一次有这种，我以为战争要爆发了。同胞们，救国的报国的时候到了。所以你就是说，这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民风。对对，你知道，我有一次去那个，我发现这导游也挺逗的。我有一次去墨西哥，就是那种那个玛雅文化的那个。你知道他那个导游啊，要不墨西哥人呢，他也是激情洋溢啊，还有半小时没到呢，他就开始口技，我就是在制造音响效果，你知道吗？我也听不懂他说了什么语言，然后我估计他说的是神秘的金字塔即将来到。问题是他在车上，我说这无聊啊，不无聊啊，这大家都睡呢。你要听西班牙与墨西哥的解球读球啊，他们要进个球是3分钟，哦，3分钟，高潮能够持续3分钟，啊，一个球可以讲3分钟，就是连续这个喊声啊，就3分钟。没错，我跟你说，出去出了名的，你知道出去旅游，除了不能捡石头之外，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我跟你说，你对当地人呐，不要随便模仿。有的时候就撒尿了，他是那个狂欢节，你正赶上，他那个狂欢节啊，每个人陌生的男女，只要在那天在街上，你都可以抱住他亲吻，所以满大街都是陌生的，他们就这样。一开始老欺负我们女的，也不叫欺负了，我们的女同事就那么弄。到后来我一看，咱中华民族不能吃亏啊，哗就好要抱他们那大胖子就亲一亲，啊，就是那个挺逗。然后呢，也要他当地的，你要不说风土人情真不一样，当地有选美，哎，我们在那儿呢还做了一个节目，我跟这个选美皇后一起主持，他们那儿呢以胖为美。这个选美皇后啊，也是一坨出来的，就是但是很美，长得非常美，但是呢，语言不通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院长嘛，就是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个院长啊，就是后来身先士卒，不是身先士卒，他想出招来，他说你们俩语言也不通，男女主持怎么这个人说完了，怎么知道另一个人说完呢？他是有鉴于那天狂欢节上的这个风景，他说：“哎，有了，这样，
你说完了呢，你就亲他一下；他说完了呢，他就亲你一下，这样你们俩就有节奏了嘛。哎，于是我跟那个选美皇后台上亲了都有100多回，一下我说完了啊，他就哎亲一下。问题是他从此一句话分3段说，就那个时候样。不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墨西哥的男人很嫉妒，就像意大利的男人一样，她的男朋友在底下看。你知道吗？她男朋友在底下看，我们俩就这样，就是接吻为号哈。她男朋友一开始还底下喝彩叫好，后来我发现亲了几10次之后，这还脸色变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会儿扭头就走，我就感觉是不是拿东西去了？你知道吗？吴文涛够清醒的，亲了100下，还能注意到下面。当然呢，我当然了。尤其要注意，尤其我一没亲一块地上，我怕他冲上来，谁知道这个他异族人士他什么反应啊？对啊，我就是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就有一回在意大利，我也是跟我的一个朋友打的，这个意大利这个司机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就有点不服，我给你钱，你找回我零钱，我不要是一回事儿。但是装糊涂很大面额的就不找零钱，然后呢就欺负我们不懂语言，在那讲，后来呢就差点打起来，因为我也禁不住的，他很有特色，我也是学意大利的人，就是哦，就加点手语，结果这司机就开车门下来要跟我打啊，你知道吗？然后呢？所以我就记住这个教训，然后我就关着门不让他进来。所以我为什么说旅行好，旅游尽量避免的？因为就像你说的，旅行可以相对的比较多的接近当地的生活。旅游呢，你真的是在一个玻璃球里，一切都是被安排的，你连自己找饭店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很惨，跟旅游团啊跑东跑西吃中国饭店。对不对？所有他们都是回扣好的中国饭店，你跑了一个国家，你跑从头到尾在吃中国菜，何苦呢？这样对不对？不过问题是，现在就算是自助旅游啊，也未必就不是旅游了，就自助旅行。因为包括比如说你找饭店，你要找什么？很多时候上网查资料，比如说去那个闹闹网啊，TripAdvisor，那都是全球游客共同推荐排行榜，比如说都10位，然后大伙都往那去。然后你去了那些地方，就发现所有的餐厅，里面全是世界各国的人都在一起，都在讲英语，因为全世界游客都是看同样的资讯来。我有时候会想，曾经有段时间，我想这样不行，我要找真正当地人会去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寻求，我不要去游客去的地方，我要去当地人会去的地方。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这个想法很狂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去过一些国家，就想去他们传说中找到门道，带我去一些当地人才懂得去的餐厅。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尤其是那种旅游城市，比方说像威尼斯这种地方，威尼斯整个城市就像迪士尼乐园，为游客奉献。对，可是即便是这样的地方，它仍然还保有1、2个地方真的是当地人去。你一进去你就觉得不对劲，不对劲在什么地方？所有人都盯着你，而且不友善。为什么？他会有那种感觉，我们本地人在外头伺候你们，搞了这样整个城市让给你们，就连我们最后这个喘口气给我们本地人的地方，你都还来搞，有点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太混进当地人，我觉得会冒犯。也不要太敏感了。有时候你旅游嘛，那你难得去一个地方吧。去日本最简单那个地方就是你去饭店，你看里边没有照片。这个菜啊，就是日语的菜单，就是或者是直接讲的那个菜单，然后你就问人家这个是什么，你就叫他们，即便不欢迎，但他也不会拒绝你，生意还是照做。你凡是有照片的、很舒服的那些饭店，你都是吃不到当地的特点。还有一条呢，我觉得，要去欧洲，我这个不管政治不正确哦，我还是就讲这个，你不管世界怎么发展，旅行啊，你要去欧洲。你先去别的地方啊，拉低你的水准。但是欧洲呢，又不能随便乱去。阿城说过一段话，我觉得蛮好的，我引用他。他说呢，不要先去意大利，先去德国之类的国家，看工业文明发展、花园、公路，然后第2次呢，再去巴黎、英国。哦，200年前的房子，看得很开心了。第3次再去意大利。他说，要是倒过来的话。你先去了意大利，再去巴黎就没意思了，再去德国就更没意思了。
我经常跟朋友推荐，这辈子真的要去一下非洲啊，看那个动物。以前我迁徙啊，那个你去的是哪个地方？肯尼亚还是那个肯尼亚那边？那个当然是大规模的迁徙啊。就算不是，我去好的地方从来没有做梦。只有非洲草原，我是经常做梦，就是早上5点钟、4点多把你叫起床，在那个5星级的帐篷哈，对，那个拿个早餐咖啡给你，喝完坐那个吉普车开出去，天全黑的，全黑你一路往前走，他调好了时间嘛，一路往前走了，看到那个太阳就在你前面，全部慢慢升起来，然后那都算了。一升起来、亮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原来旁边全黑，你以为什么都没有，原来不是，所有的动物，什么长颈鹿、大象，什么羊，都在那。对，因为感觉呢，我们讲了几百年什么天人合一啊，原来那时候你发现你是人，可是原来跟动物是全部同在那个 moment。但是它是策划好的，是不是？它整个区也是人工，那是人工。不是，那是草原啊。我去南非就是策划好的，所以很。南非是比较，南非有几个地方？它那种营啊，你跑去看的动物他们都养的，就这样。不会了，他说那种感觉，我在肯尼亚得到过。啊，对，是肯尼亚。你看肯尼亚的那个国家森林公园嘛，就去看动物，就人在车里啊。动物在外头跑，我首先见那儿那个马赛族人，你就知道为什么马拉松肯尼亚肯定是金牌了。你知道它是平地，所以呢，看那人都瘦高，他们经常做一种运动，我看就是原地这么跳，对，这么跳，所以一个个都那个瘦高的，所以而且就是爱跟你合影，一合影5美元，一合影5美元，就这样。那谁是演员？我不说那个，我不说人，我就说这个动物。我跟家辉啊，真是有同样的这种感觉。就是咱们说旅行有时候会获得一些精神体验，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种天人合一。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了，因为四周无人的时候，哎呦，你没想到这个长颈鹿啊，当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那么巨大，就比你原来在电视上看的大很多。而且呢，你知道过去很友善，为什么过去中国人说这个长颈鹿是一种神兽啊？哎呦，你离近了看你就知道了。他呀跑的时候啊，就是上身不动，真的很 gentleman 很绅士，就是这样，对，只是4只脚在，所以这样就腾云驾雾。然后呢，我在那看那个羚羊，我一下我就发现，哎，男人和女人之间很多的这根源就在这儿了，就是你看一个公的在这儿看着，几个母的都是他的，对吧？然后呢，100米开外又有一个公的挑事儿的人，哎，然后这女的呢就噔往那儿走几步，哗，这公的就扑过去圈把这个母的圈回来，然后刚把这个母的圈回来，左边那个小二妾还是什么，反正他是1夫几妻吧，大概是，左边这个小三又跑了，又跟那边这个公的又在叠，那女的又过去，他哗，哎呦，你知道他几个小时做男人多辛苦，他你就看出他这个公的，他跑就把他这个女的圈回来，然后我当时一下子我突然感觉就哭了。文涛一下子知天命了，不，没错，一下知天命。我这辈子就是这样。男人呐，没有文涛一定是找人家母羊过来那个人，我能那个小王知天命。我还能境界高点吗？不是，来，当时不是，但是一下子知道了这个男女的秘密。我主要是获得了那种感觉，突然一下啊。就是草长莺飞，你知道我获得的这种奇妙的感觉，再也难以遇到。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消失了，没有了，好奇怪。我觉得我没有了，好像是我在悬空看着这个公母在这儿这么草长莺飞，哎，就是那种天人合一。你体他的天命就体会在回来以后啊，再类似的事情他不 care 了。对我也有过一次，我们懂了。